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某雷，这里是一个我们的破坏者烙印召回机制的这么一个后续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先去看这个我们的上期视频。那我也是做了好几件装备，然后把机体调到一个稍微还比较满意的状态了。现在的话，输出应该是非常足够了，打这些迷雾 BOSS 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慢的这种感觉。然后生存上确实很烂，因为没有法术压制，没有法术压制也就意味着你在打一些内容的时候肯定是会被秒杀。作为补偿，我缝上了眩晕套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缺了一个关键部件啊，咸主药。现在咸主药价格是一路走高，是快到30D 左右了，太扯了，所以我就现在只有4800血，然后这种超过我上限的就会被一击秒杀，但是没超过我上限的血呢，那因为眩晕套的这个补偿，我能够比较好的去吃下这个伤害，所以总的体验就是说你会被秒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伤害没有打死你的话，那么我们的回复是非常足够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击回，我们有眩晕套的补偿，但是这个游戏就是有些东西完全不讲道理，直接秒掉你，嘣，这样子。所以我也在想要不要去拿盾牌，然后走这个堆大抗的路线，导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实现起来的话，我们要损失掉这个武器上的一个超释放8秒的那一个，所以一个是输出会降低，另一个的话对你的轻图的手感各方面的话也会有一定的损失。这方面就看了，理论上是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会在后边的视频讨论。所以目前就先展示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就是一个伤害如果打不死我的话，我就不会死；如果打死我的话，我就会死，就是这样子。那 OK， 我就进入正式的讲解啊，说一下具体的装备的制作。那好，我就简单先讲一下武器啊，还是重中之重武器。为什么呢？因为武器可能做起来会非常难搞。我们会需要一条这样的锁词，我个人会推荐去锁法爆，如果你要做得非常好的话，法术爆击率应该是一个最容易做出来极品的这样的武器。那我这边是选择了锁火焰法术+1，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的话经济成本会更低，那么确实是更加低的，因为现在精华什么都不太值钱，那我们要去做庄园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固定成本在里边。那除了这个锁词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这样的天赋，就是一个我们的熔岩之核有100%的额外范围。那不光是这一个点需要，我们还需要的是没有其他的负面作用，并且第二个点会去找一些爆伤或者是法术爆击率它有2个是对我们有用的，一个就是像这样子减武器的爆击率可以注意到这边是减武器的，我们爆击率变成3%了。它这边是减的是它基础爆击率，跟我们的法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作为法术的话是可以吃掉这个50爆伤的，这个没有任何损失。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另一把上边有这样的一个加法术爆击率，然后减这个爆伤减30爆伤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然后加 1.5 的基础暴击真的是很不错，所以这样就做了一个组合搭配。如果你在后边要更多追求暴击率的话，你可以就是2把都用这个加 1.5 暴击率的因为减的爆伤真的是减太少了，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很多的爆伤，那么就大概这个样子。我们只需要这个第5个点和第2个点是符合要求的，然后第3和第4就不太有所谓，这个只要没有负面就可以，所以做下来成本是可以是被控制的。因为根据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新的这些合成理论什么的，一把锁的武器你买过来之后，你去给它天赋开出来你看的形状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比如说它像是这样子往中间走的，那你就如果它没有第5个点呢，你就去找一个这样的有第5个点的，然后跟它是路线重合的点去给它补上去。那么如果都是点亮的状态嘛，它就有很高的概率会留下来，然后就能够把这个第5个点给它塞上，就做到这个装备上边去。如果是叫做第2个点的话，那我们就在比方说它这一个我们要的点是第2个点，然后它现在这一个点是废死这一个点是废的，那我们就找一个比如说上边这边有一个点的，就比较方便了。我给大家画下示意图，大概就是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这样子连过来，就是它会另一条通路，因为它这边是点亮，然后这边也是点亮，然后这边都有相连的，所以就有比较高的概率能够去给它连上去，然后就能够从这一边走过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想要合成说第2个点和第5个点这种2个点要求的还是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剩下的就是制作的步骤了。制作的话，我是直接用这个精华，精华用的是这个火焰法术点上的这个精华，量非常大，一定能买到国际服能买到300多个所以就没有顾虑的去狂点就可以了。点到差不多像我这样子点出来一个 T3 的法伤一把是用精华去狂点，点到像这个样子就可以去做艾斯0，然后就差不多了。我这个是点出来这个 T3 的法伤，然后就锁钱丢个隐匿 C， 隐匿 C 解出来这个双倍记得先附魔读个词然后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双倍伤害，然后我丢了个 E 上去之后，它是火焰伤害，那还不错啦。最好的当然是法术暴击率，然后附魔一个是附魔就可以了。另一把的话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就是我们要一直丢这个隐匿 C， 然后解到出来这样的一个插槽释放，要原生的插槽释放它是4秒的，一把是4秒，一把8秒，这样子它就不会去重复 CD， 它就不会是重复吧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我们2个都拿出来。如果我们按这个释放的话，可以看到它两边的 CD 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不会有共 CD 的问题。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把相对来说比较幸运，我直接隐匿 C 丢出来这个火焰法术点伤，然后解密成功了。如果实在是解不出来的话，那也就没啥办法了。这一把词缀不能太过强求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后缀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多大师，然后前缀就比较无所谓了，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回头再说一下盾牌，我们先说其他的部分。其他部分我就没有什么太多动的，项链换了一条火加1的项链，然后能够附魔这个减号。戒指也是稍微做了一下，然后有一个这个法术击回。不过我这边还差一个就是锁后然后艾斯0的步骤就艾斯0去移除掉这个锁后，然后就能够上一个血上去，就很舒服。那现在没有的话就少点血，大概做完能够快到5000血吧。然后就衣服也是完全没有换，这边能够找一些腐化好的衣服，这个我就没有再去追求了，因为我法术等级也3级了，我觉得再去提升没有太大必要。其他的这部分就是都是补抗了，然后腰带丢了个 E， 有点运气好，丢了这个暴击冲药还不错。手套的话这边换回了虚空，最后开始感觉这个虚空手套拿来刷图还是非常的好用，因为暴走的话能够比肾上腺素，能够比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够带给你的增力是更高的，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暴走手套，并且它在暴走每50声暴走它的时候，它就能够有 1.5 秒的这个物理伤害免疫，其实对我们在刷图里面的生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害怕物理大伤这样的身板。那好了，就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没有怎么太多的变化，主要就是2把武器做的稍微好了一些。其他的就是我把这个眩晕套给它缝上了，就是现在非常非常火热的这个眩晕套，但是用在我的效果身上不是很好，没有就是那种无敌那种看上去根本不会死的那种感觉，不是就算是没有那么好的身板，也能够让你的游戏体验大幅上升。一个就是你能够免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为我们在施法被打断的时候总是很烦，然后被晕了，在这个游戏经常意味着快死了，所以这个免晕的体验就是非常棒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回复这块能够让你去，我们现在血池有个4800，那么只要不是一击打死我们的话，我们都能够有手段通过这一个它的吸纳回复，然后我们这边的很多的击回，然后还有这个血瓶的恢复，总之我们还是能够回得上来的，那也能够近似一个打不死的状态。当然被秒杀那就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套还是真的很缺生存。其他的我就没有太多的去改变天赋树这些东西，然后配合免晕去拿了一些东西，
配合这个眩晕套去拿一些东西，就是像这样子的，把你的护盾变为0，这样子能够让你更频繁的触发这些眩晕的这个争议。然后在这边再拿了一个，你被眩晕的话，你的施法时候被眩晕的话，你就会加25%的这个施法术伤害。这个它是4秒内就能够触发1次，所以感觉还不错，可以常驻。因为我们只要被打就会被晕，那我们一直会在释放技能，那这样子被晕的概率非常非常高。总之就是一些其他的搭配，然后我们去走的这个抗性颠倒。抗性颠倒是一个感觉就是点击就送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很多的这些复赛啊，包括定罪波我没有上，包括易燃诅咒也是没有上，这边的加一诅咒也是完全抠掉了，所以最后还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出门这样点的话是为了补充敏捷，如果你的敏捷够的话，你可以上边点能够省2个点左右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内在信念，也是这个直接就圣坛绿色的军团珠宝，那它还能够加一点抗性以及那个魔力消耗减少，都是非常实用的。再加上我们的珠宝每一条都会找这样的魔力消耗减少，这样的话就能够把熔岩之河的魔力变为常驻，是一个它现在这一个是已经做到0魔力了，然后其他的这像狙击印记啊这些，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喝药的时候也是只消耗一点点的魔力，这样就会非常方便去管理你的魔力。当然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啊，就是我的保留现在是涂油的，我涂了一个主权来保证我的这些光环可以完全开起来，然后不用投资任何的这些保留天赋，这样能帮我省出来1个点，然后4个点，然后我可以开一个中心团。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别的方式能够解决保留问题嘛，因为我们的魔力其实控制得非常好了，我们只会消耗几点魔力这样子，所以就如果有办法你去解决这个保留的问题的话，你就不需要涂油这个点，你可以多涂一个暴击球，这样差不多有一个10%左右的一个争议，很棒。大概就是目前这个天赋的一个状况。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瓦尔极地装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使用它之后我们是不能动的，但是我们可以按冰闪，对，我们可以按冰闪进行一些小的位移，这得就非常有意思。并且你在被冰冻的状态下仍然是可以触发这个插槽释放的烙印召回的，也就是说我们继续能够进行输出，当然你就不能招烙印了，但是你可以把烙印召回来，因为它也是一个瞬发的动作，你就可以开着冰箱站在 BOSS 脸上输出了，特别有意思。好了，然后就是之前说到盾牌的问题，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头盔的天赋数啊。这边头盔我这上边有一个点叫做加4电的这个抗性上限。那如果我这边盾牌上边我还能再找这个3点，这个我还是锁的，这个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如果天赋上边还能再找一个，因为头盔的盾牌是共享天赋的，所以我应该也能找个4点到5点左右。那加起来的话，我就相当于都有10多点的抗性，10多点的抗性上限，再加上这个一些地方去补一点，比方说我可以从红蓝池这些补一点，那就一共会能到15点，我就能够90抗了，再加上血肉缝合，我就能够让我的3抗都变成90抗，这样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提升，在我的生存面上。也是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法术压制的话，那我能够去怎么样去拿这个这些足够的减伤。但是最后发现下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刷图 BD， 我应该去强化很多刷图面的东西。那如果我要损失这样的一个插槽释放，并且制作的非常好的法杖的话，我会损失很多的手感、流畅度以及伤害，那就有点划不来。但如果你想要把这个 BD 扩展到就是能去打一些攻坚内容的话，那我会推荐你用盾牌。然后但这个盾牌的话，首先你要制作得非常好，并且你的头盔可能需要也是有一点去淘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头盔。总之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未完成的书吧，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建议。对，稍微补充一件事，就是药水啊，药水这个我专门去拿了一个这个满的减少魔力消耗，这个持续时间内，
然后我的所有药剂基本上都是暴击得药或者是这个挨打，像这瓶那个什么护甲药，它就是挨打的充能，然后这边全都是暴击的充能。这边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附魔两个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瓶宝钻药剂现在是可以下掉了，下掉之后它损失在7%到8%左右，完全可以接受。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想花30D 去上一个险主药，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有点太过奢侈了，我并不是很想去刷这30D 然后买这一瓶药，所以就暂时留个空位给你们，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险主药跟我一样的话，也就可以上这瓶宝钻药剂，然后后缀的话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这边是可以自定义的。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呢，就直接上一瓶险主药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目前大概的一个 build 展示吧。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 B 站私信告诉我啊，都可以。然后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也可以按一个简单的小赞。那么我们下次应该是火炬之光再见了吧？不好说，我不好说。那么大家劳动节快乐，拜拜。